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立秋之后，南瓜是非常适合家人食用的食材。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种南瓜的绝佳做法，既不用水煮，也无需油炸，操作比做包子还简单，做出来的成品比油条还要美味。很多人都没有尝试过这种做法，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挑选一块个头稍大的南瓜，将它切下来一块，再用一个小勺子将南瓜内部的瓜瓤和籽全部挖干净。这里要提醒一下，挖瓤的时候不用挖得太深，因为南瓜心含有相当于骨肉5倍的胡萝卜素，可以多保留一些。这些南瓜籽大家不要丢掉，可以洗干净炒着吃。然后再把南瓜皮去掉，由于南瓜皮比较厚，建议用菜刀从边缘开始去皮。南瓜皮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，且距离南瓜皮越近的部分营养越丰富。如果时间充裕，我们其实可以少去皮，甚至连皮一起食用，只是带皮蒸的话，蒸熟时间会久一些。要是选择去皮，全部去皮后，把南瓜冲洗一下，因为之前刮瓤的时候可能没刮干净。洗干净，再把南瓜改刀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后续熟得比较快。全部切好，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盘中，将它铺平铺均匀，整理整齐一些，放到蒸屉，盖上盖子，开大火，等上气后开始计时，蒸15分钟左右，直至南瓜完全蒸熟。之后在碗中加入一把大枣，一把葡萄干，适量的清水将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入一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裹上面粉。由于面粉具有较强的吸附性，能够很好的吸附红枣和葡萄干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抓洗一遍之后，再加入清水，反复清洗几遍，直至清洗的水变得清澈。这个时候说明红枣和葡萄干已经清洗得非常干净了。将它捞出来放入盘中，用剪刀剪去红枣里面的枣核，红枣可以剪得大块一些。洗干净的葡萄干也放在一旁备用。这个时候南瓜已经蒸熟了，判断南瓜是否蒸熟方法很简单，用筷子轻轻一戳，如果能轻松戳透，就说明南瓜蒸熟了。将蒸熟的南瓜从蒸屉中取出来，倒入一个大碗中，接着再把南瓜捣成泥状，你可以使用压泥器，若是没有压泥器，用一个勺子或者擀面杖来捣碎也是可以的。尽量把南瓜捣得细腻一些，这样做出来的食物口感会更加细腻绵软。然后再往里边加入一勺白糖，3克酵母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这里有个关键点需要牢记，刚蒸好的南瓜温度较高，一定要等它放置到温热状态时，再加入酵母粉，因为酵母粉对温度较为敏感。如果南瓜温度过高，会使酵母粉失去活性，导致面团无法发酵。
只有当南瓜处于温热状态时加入酵母粉，才能充分激发酵母的活性，让面团发酵得更加蓬松暄软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往里边打入一个鸡蛋。鸡蛋不仅能增加食物的营养价值，还会让口感变得更好。把鸡蛋搅散，让它和南瓜泥完全融合在一起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往里边加入2勺面粉，继续搅拌均匀。这里大家要注意，不要一次性把面粉都加进去，否则面团容易结块。面粉可以分少量多次添加，这样方便掌握面糊的粘稠度。在搅拌的过程中，如果发现面糊有点稀，可以再加入1勺面粉，继续搅拌，让面粉充分融入南瓜泥里，持续搅拌至没有干面粉。像视频里这样比较浓稠的面糊状就可以。然后盖上一张保鲜膜，防止面糊表面变干，放在一旁醒发半个小时。待发酵时间结束之后，我们来看看面团的状态。先把保鲜膜撕掉，可以看到体积显著增大，内部布满了细密的小气孔，这表明面团已经成功发酵。现在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目的是将面团内的气体充分排出，这样后续蒸制出来的面食就不易塌陷。再把葡萄干也加进来，继续搅拌，让葡萄干和面糊完全融合。接着准备2个大小相同的小碗，在小碗的内壁均匀地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，这样能防止面糊粘连在碗上，避免后续脱模。刷完油后，将面糊倒入小碗中，6、7分满就可以，避免2次醒发时面糊溢出。接着用勺子把面糊整理一下，将表面整理平整。然后在面糊表面整齐地摆上一层大枣，这样做不仅能让成品外观更美观，还能增添红枣的香甜味道。若不喜欢吃红枣，可以选择摆放其他自己喜欢的果干。摆放好后，将它放入蒸屉，盖上盖子2次醒发，时间为15分钟，将面糊醒发至9分满，就像视频里这样。要想蒸出的发糕蓬松暄软，2次醒发这一步必不可少，否则发糕容易变成死面。现在盖上盖子，等锅里上气之后，开火蒸上30分钟，时间到焖5分钟再出锅，这样能防止发糕回缩塌陷。将发糕从蒸屉中取出，放置温热时，用铲子在边缘轻轻撬动几下，方便脱模。然后将发糕倒出来，你会发现这样做的南瓜发糕格外蓬松暄软，没有丝毫塌陷回缩，甚至比面包还要松软香甜。这道南瓜发糕适合作为早餐，搭配一杯牛奶或者小米粥，营养丰富又美味。而且它是发面食品，吃多了也不上火，容易消化，做法简单。以后南瓜别只知道用来熬粥了，不妨试试这个做法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